Hello，大家好，这期我们来看大虫子在体验服的一个版本测试，让大家看一看这里面这一局里面会出现的这个鞋子还有石像鬼板甲。石像鬼板甲的话，现在是提供双抗45%的双抗，200的那个最大生命值，其他的话就跟之前差不多。不过石像鬼的技能被动会有一些调整，然后鞋子的话，就是那个铁板鞋的那个平 A 直接100%的那个减伤回来了，就以前铁板鞋的那个减伤。然后3级鞋子以后，它的那个3级鞋子以后，它的那个叫什么？普攻的，就是减免普攻伤害提升到10%。受到物理伤害的话，可以获得护盾，然后加自己最大生命值的一个物理护盾。法师的话，说实话，30%的韧性，35%的魔法抗性，然后受到魔法伤害的话，有那个5%最大的魔法护盾，然后满级以后的话是有140加5%。哎，你要是那个，比如说蒙多有个5000血的蒙多，对吧？5000血的蒙多，哎，这里这人机开始来反野，胆子很大。然后，如果5000 5%，就250，140加250，接近400的那个这个艾克怎么是脏经济了？我靠，这个人机也会脏是吧？我天！不过这个是人机吧？人机的那个不是打野的艾克，但不知道什么情况。整体来说就那样吧。但说实话，这个版本对法师，虽然说法师是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新装备啊，那种什么什么的，对吧？但是问题来了。这个鞋子这一块，我靠，说实话，不是什么法师能顶得住的，而且肉这一块这个版本感觉坦克的争议非常的大，不过也要看正式服到时候怎样子吧。然后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大虫子的一个技能被动。科加斯虚空恐惧我们喜欢叫它大虫子击败单位的话回复生命和法力值。当敌人为英雄防御塔或史诗级野怪时，获得双倍回复。所以只要击败是吧？但不是参与击败必须得是你亲手击杀。然后 Q 技能就是放一个阵这样子不过说实话，它这个延迟就是施法过程有点久，所以其实还是很好躲的。但对面如果放的好的预判的好的话，你是很难躲掉。你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有点极限的。W 的话就是直接发出咆哮，使就是那个扇形范围内的敌人是吧，造成恐惧。沉默，说错了，不是恐惧，搞错了。E 技能就是持续开着，它这个不是长期开，它主动使用以后接下来三次发出这个 AOE 的平 A， 而且可以造成这个目标最大时的魔法伤害。造成魔法伤害并附加
2.15%加0.5，就是你大招的那个被动，就是每一层的话就可以增加0.5的伤害，然后2.15最大生命值啊，并且这个有点怪啊，2.15是什么？2.15大招的那个嘛。然后大招的话是对小兵造成，反正就是满级以后是攻击距离也会变多，最大生命值也可以提升更多。对英雄的话是可以直接造成300的真实伤害，对小兵和野怪可以1200。有大招的话，尽量就去咬目标。小兵和非史诗级野怪的话，最多叠6层。然后，如果你其他还想叠的话，就必须得在史诗级野怪，比如说小龙、大龙，然后还有敌方英雄。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它叠的话，小兵身上是吧，就叠了1层。啊，还给对面抢了，他想大招咬的，出大事了吧？你看这人机，说实话啊，比那些真的都强很多。你看这里的话可以看到，然后大招如果你叠到的效果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每层可以提供80的最大生命值，这是1级的效果。如果3级以后的话是160最大生命值，然后基础伤就是真实伤害的话，就对英雄的话从300，2级是450，3级是600。其实它真正核心就是这个大招，它可以无限叠加，只要你叠得好的话，你的层数非常多的话，还是很猛的。这里 W 沉默到没大招啊，这很可惜。但黏住对方也还行，有红 buff 能一直黏住对方。这莉莉娅完了，出事。这边的话是优先做了个星之钢，好像大虫子的话，感觉打上路是不是强度不太够啊？我看好多都是选择拿来打野更好的去能叠这个大招被动，估计是。E 技能的话是还有减速效果的，它只要 E 技能命中敌方英雄的话，或者敌方单位的话，是可以直接造成减速效果的。它这个是主 E 技能，它这 E 技能是真的就是还是挺高输出的。0.5的盛宴层数，比如说你层数越多，然后再加2.15，这个2.15是什么东西？这我是有点不理解。你们懂的，你可以跟我说一声。反正然后乘以目标最大生命值的魔法伤害，直接造成一个百分比。一技能，反正你大招叠的越多的话，你盛宴叠的越多的话，它的一技能伤害就会越高。然后再加上星之钢，其实还是挺变态的啊！真知道在不会人机的话，就是真的全是野的，所以你要这么去打人机肯定不行的。
在英雄联盟的人机里面啊，他是一定是知道你的视野是在哪里的，只不过他的等级是在哪里的话，就看你的啊，是吧？排位的那个遇到的等级是什么样子。哎，这里准备咬了，这个血量咬一口，美滋滋。其实前期的话，如果你想要叠得稳的话，并不是说要拿来打输出的话，大招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就给。前期叠的话就直接给那个叫什么，给野怪。如果你打野虫子的话。这样的话，你能更好的保证你前期的一个刷野速度，而且意境的伤害会更高。其实他真正有斩杀能力的话，我感觉还是要到2级以后，3级的话比较勉强了。E技能啊，这个冰拳的话确实很适配这个。如果E技能减速再加上冰拳是吧？再造成一个冰拳好像是有100%伤害嘛？护甲越高的话，那个伤害越高。11分钟，接近4000的血量，咬一口。你看到没有？他这边想斩杀，其实没那么好斩杀，我就这么跟你说。除了像这种大肉，你很容易的就能斩杀掉，就是比如说不是很容易的，就队友没那么容易立刻秒掉他，然后你的大招斩杀线又刚刚好能那一下咬中。还有就是厄加特的那个科加斯大虫子的那个大招啊，它是根据你的大招等级越高的话，它那个释放距离就可以越远，知道吧？所以前期你能叠在野怪身上就叠野怪身上，像龙的话，你可以这里面你可以尝试抢一抢，只不过它这里因为对面是人机啊，抢龙的那个能力非常的强，所以他不敢。所以啊，你们可以自己到时候上线正式服以后啊，可以自己去尝试。看这里面的话，其实前期咬野怪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在后期，我感觉后期咬的话，反而是浪费大招再去斩杀对方英雄的机会。那这个大虫子后面体积的话是会越来越大，会随着大招的被动，血量会越来越多，然后那这边看着看着啊，打着打着就来到了逆风了。像他这个星之刚的话，只要星之刚那一下 A 出来，造成3.5%自身最大生命值，还有140的那个伤害，并为自身提供相当于15%该伤害的最大生命值。就是说，自身15%的生命值伤害，哎。你要想想，厄加特不是厄加特，说错了，大虫子，我靠，我老是把这个搞混。
后面得改口。大虫子的话，这样子，他这一下每一下那个星之刚的平 A 其实很爆炸，这伤害啊。如果阵容允许的话，大虫子打野确实会好过那个，因为他发育的话，你在线上肯定是会被各种单杀呀，或者什么那种不是很好的那种情况出现，所以就硬顶着伤害是吧？没有百分比伤害打他都不疼。这边石像鬼板甲做出来以后。石像鬼板甲的话，现在触发以后是有护盾值和体积增大，然后2.5秒内不断衰减。然后他最后一件选择做面具。面具的合成装备的话，是有一件装备是改动了的，叫什么？命定灰烬。这个小件的话是40点法术强度，伤害技能在3秒内持续，这不就是之前的小面具吗？那小面具又还存在哦，那它这件装备其实就以前是怎么呢？一定要做出面具才有这样子的效果。那莉莉娅其实最前期来说，它是发育会舒服一些，因为它小件的时候就可以造成那个持续伤害了。对于莫甘娜还有什么杰拉这种持续英雄的时候，那很舒服很多甚至有时候可以选择先做这个小面具，以后直接做那个就面具的话，看起来确实很强啊，美良。哎呀！直接是加伤害的那种，强化普攻技能或强化普攻会灼烧敌人，每秒造成2%的敌人最大生命值伤害。参与英雄对战时，每秒造成伤害增加2%，3秒后可增加至6%，这不就战役吗？这不就战役吗？战役这个符文又没了。我看一眼啊，还有啊，技能伤害增幅。那它搭配，那这个如果按法师那边来说，搭配战役，那不很猛？哇靠，下个版本好复杂啊，太多东西了。这里大招咬下去啊，1000多血。哎，有没有感觉到了这个就跟个大魔王似的，有点变态了呀？我感觉这英雄说实话还是很多人很爱玩的，特别是在端游里面。你别看这个英雄久啊，他比蝎子这种英雄真的是算是热门多了。但还好有一点啊，他的 Q 技能不是说随着体积变大而变大，我靠，他要是 Q 技能随着体积变大而变大，那非常的变态。像大招如果能稳稳的去咬这些史诗野怪的话，这个上限也是很高的。甚至这个英雄就
稳稳的刷野，后面打团就很舒服。然后看一下开了石像鬼那个效果怎么样？他这里肯定是要开的，哇！这石像鬼一开，哎呀，这伤害顶住了。没点血啊，知道吧？要是有队友啊，来2口，哎，就选个什么奶的英雄，就情侣啊或者什么的，就在他后面，或者那个什么，卡玛后面猛猛给他套盾，我天，大虫子将无敌。那行，那这边的话，第1局是到这了。后面还有1局，喜欢看的可以接着往下去看啊。如果不喜欢看的话，可以去选择其他的，因为这个只能说给大家去做一个判断，然后去了解一下，提前了解一下啊。后续的话是不是这样子，真的不知道啊，因为它这个测试服，真正上正式服的话，肯定是要做出一些调整的。那行，后面还有啊，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这期就到这。